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Uki。已经快开学了，那学校有很多形式，我们可能开始要去遵守比方说8月31要开学，然后几月几号要做些什么事情，那我们就开始要参考一下我们学校的一些行事历。可是学校的行事历看了就觉得哇，天哪，好多啊！可是很多事情又跟我们其实无关。比方说，我今年要当一年级导师，那如果是一年级导师的话，像我们这个学校的形式，这高三跟国三的，其实我是不用管的诶。我看这些行事历，其实很多事情跟我是无关的，我根本不用去理它。那所以我不希望看学校形式的话，我们要从当中抽出我们所需要的。比方说，对我而言，8月31号开学日，这个很重要。OK， 还有呢，接下来可能就是往下一段时间看了一下这边对我而言可能需要好9月10号国一要上传证件照这样子 OK， 好，那这些事情我需要的我才把它收集起来，那其他的要不然学校这么多形式看起来是蛮麻烦的，所以我只抽我需要的放上来，那我会把它做成一个表格，把它放在我的 Line@ 里面。那我还可以做这样子。好，我输入行事历3个字，然后就跳出我做的表格。那如果是手机的话，在手机操作的话会更简单，因为手机操作我们的 Line@ 还可以有按钮。好，那电脑版没办法，就只能自己输入。好，然后点开来。你就可以看得到，这个就是对我而言我所需要的一些形式。8月31开学，然后9月10号要上传证件照这样子。我是国一导师嘛，这个要跟学生讲。好，那所以对于整个学校有很多事情要做，可是对于个别老师而言，我们所需要看的东西其实很少。好，那我就自己做一个表格。那当时我一开始是用 Excel 做表格，那做的时候很简单，但是后来就发现很讨厌的事情就是什么？这里你要输入中文、英文，然后还有斜线、小蚯蚓输入这些特殊符号真的是很烦欸。好 ，OK， 然后呢，你看到我这边有折行，对不对？好，在这里。这个有折行的地方，在 Excel 里面你都要按 ALT 加 Enter。好，那如果是在Word 里面，你如果是用 Word 表格的话，你可能是按 Shift 加 Enter。好 ，Shift 加 Enter 换行。所以这很讨厌，这很讨厌。你常常在这边 ALT 加 Enter，ALT 加 Enter， 按到后来真的是很烦呐。所以我就想，现在 AI 这么强，所以我就用 AI 写了一个程式帮我做这个表格。当然，这个输入这些中文还是得自己输入啦，但是可以让这些讨厌的输入简单一点。好 ，OK， 好，那至少这边是程式帮我自动产生的。那我只要输入这些中文字、日期、折行这些我都不用管，程式帮我做好了。OK， 这我去年开学的时候做的，那用了1年觉得还不错，所以录一个影片分享给大家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这到底要怎么用呢？这个网页我把一些教学相关的，我自己做的跟教学相关的软体把它放在一起。好，那你不用记这个网址，我会把它放在影片的资讯栏，你到时候可以直接点选资讯栏就可以了。那稍微介绍一下啦，这边因为我生物老师嘛，我做了一个生物练习系统，去年做的还是前年做的我忘了。好，然后有一个排座位的那个工具。好，就是老师们觉得排座位真的是很讨厌的一件事情，那可以设定哪些同学一定要坐在一起，比方说特殊生需要人家帮忙，需要小老师帮忙，或者有哪些学生绝对不可以坐在一起，两个人一定在一起就会讲话或者会吵架，我们不要让他坐在一起。这些都可以设定，甚至高一点的同学只能排在后面这些位置，那个比较娇小的同学只能排在前面这些位置，这个都可以做设定。好 ，OK， 有机会我再来录好了，你可以自己先摸索一下。那这个是
国文老师或者是国小老师可能会需要，就是产生字帖，你可以依照每一课的生字来产生字帖。好，那每个老师都需要 Excel 登记表，你输入全班的成绩之后，自动抓取每个学生的成绩。这个是手机版的计时器，因为很多东西。很多计时器你必须要不断重复，那我觉得有点讨厌，所以我把它做成像有点积木一样，有各个不同的计时，然后我可以把它自由组合。好，你可以有很多个闹钟，然后呢，我现在需要用哪几个组合在一起，然后依序排列。好，就这个计时器，我觉得还蛮方便的。好，但这不是重点，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这个简明行事历产生器。好，点下去。那画面很简单，好，那我们就设定工作开始日跟工作结束日。好，我们8月30开始，然后呢，学期结束是1月20日结束，那它其实都会自动延展到23日这样子。OK， 好，然后选择产生日期表，它就做好了。到时候输出的时候这一列。到时候输出到 Excel 的时候，这一列已经帮你做好了，对，这样子就方便很多哦。每次在打这真的是，我觉得输入中文都还好，但是输入这些真的觉得要命啊！哦，所以去年就是为了这样子偷懒，所以做了这个东西。好，那我们8月31号开学日，好，然后刚刚有看到9月10号国一要上传照片。好，那如果你需要再多一点，比方说开学日那一天，你可能还希望加一点做简单干部训练。好，你只要按这个加就可以加进去，然后我们直接到学期末好了。1月19号是期末考，1月20也是。好，假设我只有输入这些，好，你依照你自己需要输入，好，然后我就汇出 Excel 档，好，这时候就可以打开了。那启用编辑，好，那你看到这个打开的 Excel 档，这个 Excel 档有点讨厌，哎。我们还需要做一些调整。你会看到这边有一个倒三角，就是往下可以做筛选。那你可以筛选只有哪几周你要看这样就好。那如果你不想看到的话，你可以直接进到资料这边，把这筛选功能把它关掉。好，再来，你会发现这周别是折行的，所以我们把它稍微调整一下。再来，你可能喜欢所有的都是字中对齐 ，OK， 好，就调整一下，简单调整就好了，就这样子就可以了。那这边可能需要再调宽一点。那如果要调宽的话，最好是所有的栏位都相同宽度啦。OK， 好。但是你有没有发现，我们刚刚设定了8月31有事情，然后这个9月10号有事情，那其他呢？其他还有很多，他都给你填日期了。当然，这各有优缺点啊，就是已经填好日期的，你之后要填事情的时候，你只要输入啊，比方说这是补填。OK， 这样子就可以，你就不用再改日期了。那可是也有缺点啊，因为就看起来很肮脏。我希望说没有这些没有事情的地方不要填日期，那怎么办呢？其实很简单，很简单。刚刚我们在汇出的时候，这里有一个选项我们勾了，就是空白的形式也预填日期啊。其实这个不要。好，然后我们把它汇出 Excel。这次汇出新版本，我们打开来看一下。
一样启用编辑。好，你有没有发现，哎，干净多了？然后一样，我们到资料这边，把它关掉，调整一下宽度，然后把它全部自动对齐。好，然后栏位可能稍微要调一下，这样子 ，OK。好，那对我们而言，对一般人而言，星期日其实是可以删除的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为什么我写程式的时候把它保留，但是我们一般来说是不需要，但是为了有时候一些状况可能需要这个星期日，所以我还是把它保留。那但是学校形式来讲，星期日是不会排课的，我们礼拜六还会补课，但是星期日不会，所以其实如果你是这个表格是要做学校形式的话，就可以把它删掉。OK， 那你有没有发现，我刚刚设定2件事情，对不对？设定2件事情，它就自动帮你，就已经自动帮你设定在不同行了哈。那每次在这边 ALT 加 Enter 真的是按得很烦，所以我当时就偷懒。OK， 好，那就这样子，很简单。好，那存档。然后绘出成图片，你把图片放到那个Line@ 里面去，然后输入关键字就可以看得到，这样就很方便。这是我觉得很好用的一个东西。但是只有用这个Excel 表格以及 Line@ 还是有点不太够。我们希望能够在 Google 日历也看到它，所以怎么办呢？来，好，这里有一个选项。叫做绘出行事历 ICS， 这其实就是 Google 日历的格式。好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，选择 Google 日历，好，就进到 Google 日历里面来了。那现在显示的是我原本的日历，那我们要把它汇入的话，它会把形式汇到现有的日历里面去。它可以汇到现有的日历里面来，可是这样子可能有时候你有时候希望把它分开来，所以我们要怎么做？我们要先建立一个专门的，然后专门丢这些学校形式啊，或者是你喜欢的话，你喜欢一个学期做一个日历也可以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，先从这里，先从加号这边，然后建立新日历。好，你可以用学校形式。这样子，你每次加进去都不会影响到以前的，或者你喜欢干净一点，就是一个学期你就是一次，然后每次都把它删掉也可以。这样子 ，OK， 好，建立日历。好，那回来，这时候我们要汇入档案，我们刚刚忘记下载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回来一次，回到我们刚刚的网页，汇出行事历 ICS 档，好，汇出了 ，OK， 再回到 Google 日历这边，选择电脑中的档案，这边好 ICS 档开启，然后你要新增到哪个日历呢？你看它强迫你只能新增到现有的日历，你没办法说我这些就新建一个出来，所以我们要先建好，原因就这样子。好，汇入，已经汇入了，然后再来，我想要改一下这个的颜色，改一下 ，OK， 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日历就在这里。好，你看干部训练开学日，然后上传那个学生照片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1月，好，期末考1月19、1月20期末考，这些都已经帮你做好了。那分开的好处就是这样子，你可以把它关掉，好，不会影响到其他形式，你可以把它关掉。OK， 如果你的形式很多，一次输入不完，你可能今天输入一些，然后之后想继续输入，那怎么办？这能够分批来输入吗？可以啊，没问题。就在这里下载备份的 JSON 档 ，OK， 下载下来，好，那你之后只要再上传一次就可以。比方说，我们把这个程式关掉，好，重新打开。那这边不是有一个载入 JSON 吗？
就是我们的备份档，然后把刚刚的备份档载入，你看，输入的东西就回来了。好，所以这个档案你可以备份，然后之后可以随时再更新。那所以我其实更新不是从 Excel 里面更新，我就直接从这里更新。那我有留下一个档案，你可以测试看看，就是不过那是我自己的形式，所以跟你的不一样，你可能要删掉很多。好，就是这边这里测试档，这个档案呢，你可以试看看。这是我把这个学期我们学校的形式拿来用啦齁，那你可以下载，然后做一下测试，所以你可以试看看这样子，然后载入 JSON， 然后刚刚的115之1开启，好，然后就很多东西都已经进来了。那当然这跟你的不一样，所以你可能要删掉一些，好，比方说这个你可能不需要，你就可以删掉，然后这个你可能不需要，可以删掉，你就可以删掉，然后从我已经做好的部分去继续修改，这样子。好，那这个希望你喜欢，因为我自己觉得是小工具嘛，这是一个小小的工具啊，然后自己使用上是比较便利一点。好，那希望你喜欢。那网址我就把它放在资讯列，或者你也可以直接搜寻我的部落格。好 ，EDUMEME， 然后搜寻我的部落格，然后从我部落格这边教学软体点进去就好。好，这样子。你如果忘记的话，你就搜寻你知道我是生物老师，搜寻生物老师，然后直接搜寻我的部落格，然后从教学软体这边来点。否则你可能下次忘记这个影片了，然后既然忘记影片，就找不到影片的里面的资讯栏，也没办法找到。那你就至少记得我是生物老师，然后你从我这边教学软体里面来点就可以了。OK， 好，那希望你会喜欢我这个小工具，那也希望能够帮上你的忙。OK， 好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